最第七颈椎特别明显，胸腔上端就可以判断到这儿，腰部最瘦的地方在这儿，那么胸腔大概就到这儿，找个中线，然后以一个自然流畅的弧度把它连下来，让它距离体表呢刚刚好，不远不近。胸腔下端的开口，这个才是它的胸腔，这是它的肩胛骨。从照片中去分析它的结构，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结构在人体当中是个什么样子。手臂也不要落下，手臂的圆柱要带一下，因为这些结构和手臂之间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。我们先不画手臂的结构，要把这个和它有关的给它画一下，它是怎么样从肩上面的这些结构中穿插出来的。肩三角肌和手臂之间的关系不对，这个时候肩三角肌应该过去，这里看到的是手臂。它的肩胛下角在这里，那么这里应该是大圆肌。这个肩胛杆，这个肩胛骨上的几块肌肉位置没有画对，这个地方不要这样去画。那么它的胸腔你没有画，如果它胸腔到这儿的话呢，它的胸腔后边的棘突大概呢结束在这儿，那么斜方肌也就结束在这儿，这个形状的最下边在这儿。第二个，它的肩胛下角画的位置有点太低了，它的肩胛骨要再小一些，肩胛下角大概在这儿，那它的冈下肌、小圆肌和大圆肌都应该围绕这个肩胛骨来出现，这个有点不太长在肩胛骨上，这些结构是不对的。而且这个女性的胸腔它是要再窄一点，胸腔画的有点太大了。在模特中身体里边，怎么去判断胸腔最上端？从这个第七颈椎这个位置，胸腔下端的开口，这是人体的中线，大概其也就是这样。上面应该到哪儿？是吧？第七颈椎。作为标准的示范视频，一定要看，必须要看，一定要看看怎么去在人体中分析出这些结构。当你真正的能在一个人体中看出这些结构之后，你再在这个空白的地方去画，你就会更加的顺手。这个现在画面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在于没有按照要求来，没有按照标准来。看看这张，这是手臂的圆柱，稍微的细了一些，然后这边的肩三角肌呢稍微短了一些，而且肩三角肌的形状它不是和这个手臂外形直接就顺下来的，它是有一个小的落差，对吧？它是这样的啊，这个穿插要注意，包括下面的这个也是，你看肩三角肌，它不应该是这个形状结束的。有些东西在体表上有，要去观察；有些东西在体表上没有，那就要去猜。啊，它应该是这样子，这个肩头绕过去的这种感觉，也是相同的问题啊。把肌肉的这个结构、肌腹以及肌腱给它画出来。然后斜方肌这个位置，它也是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肌腱的，这里都画了，这里都画了，这里就落下了。像这个模特啊，它比较瘦，它的大圆肌应该没有那么饱满。主要的就是要注重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它们拼到一起就可以了，要注意谁在前谁在后，它们的体积感。就比如说这个地方，肩三角肌，它绕过去，那么手臂呢在前面，这种遮挡关系。
所以注意体块和体块之间的这种关系。谁压着谁，谁从谁的下面穿过来，谁从谁的上面穿过来，就是要把这种感觉给它加强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几块它们之间才有了关系，而不是只是拼到一起。你看这个就有点拼上去的感觉，不清楚手臂到底是从哪出来的，手臂和肩头是什么样的关系。而且这个角度的话呢，手臂基本上看不到横断面，基本上是一个平的直的。手臂的形状呢，注意一下。然后这里呢多一些主观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画这个结构呢，就是有一些它必须要有的，但是呢看不到或者看不清，可以主观给它加上。就比如说它这个小圆肌，像照片中它的这个肱骨头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它这个冈下肌在这儿，小圆肌跟随它在这儿，下面这一块是大圆肌，而且大圆肌不在手臂的后面它在手臂的前面。然后注意这块颈部和斜方肌之间，你要注意脖子是怎么下来的，它和斜方肌是怎么穿插的，它俩之间有一个穿插，不能一条线拐下来，它就平了，但是没有空间了，没有前后了。有了穿插之后呢，它们就有空间前后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这次的冈下肌感觉小了一些，实际上看到照片，这个冈下肌给人感觉好像是有这么大，然后小圆肌这么大，大圆肌。在画这个肌肉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它的肌腹的部分以及肌腱的部分都画一下，而不是框起来一个这样形状就当做是肩三角肌。它后处这里是肌腹，肌纤维结束的地方，这一段呢是肌腱，肌腱是肌肉和骨骼相连的地方。肌肉结构也是有些拼凑感，这种多余这种线条画上去没有太大的作用。然后不要画这种毛毛线像长毛的一样。如果想要去加的话，也是这样去加。然后这边呢，应该是肩三角肌的肌腱。注意肌肉块之间的关系。这样去表现的话，这个效果就会更扎实一些。这个脖子画平了，它是一个这个方向的圆柱，可以给它偏方一点，这个更好去表现它的这个体积体块。这个小圆肌没有了，这个角度看，它这个肩三角肌应该没看到太多太大。这个是它的冈下肌，这里是小圆肌，这里是大圆肌，这里是手臂。再有一个就是画圆柱横断面的时候，要注意那个圆柱的形状。这个所有的圆柱的横断面的形都不太合格。我们画一个圆柱，它是一个椭圆形，这个横断面它是一个椭圆形。这个椭圆形相对来说是比较匀称的，不能画成这个样子的。一个是不均匀，一个是它有两头是尖的，它不是圆形的这个角度变化。圆角度有变化了之后，它也不会出现尖儿，就再扁，它也不会是尖儿，它也不会是这样的形状。这个有尖儿，这个稍微有一点。